人在吃饭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，她察觉到丈夫每次在吃牛排时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剔除掉上面的肉，可女人却怎么都不会想到，丈夫是用了数十名鲜活的生命才练就出了他那令人羡慕的刀法。在婚后的30几年里，尼克将自家的地下室改造成了囚笼，被害者在这里发出过无数声的惨叫，但他却将这声音当成了最动听的音符。而由于他本身工作的特殊性，导致妻子从未跨进过地下室半步，每次都只会将食物送到门口。可直到这天女人闺蜜的到来，才打破掉这一如既往的平静。闺蜜提醒她一定要小心婚后老实巴交的男人，因为那些所谓的神秘感背后往往都有着见不得光的勾当。闺蜜更是开玩笑地对尼克说道 You want to be Mr. Mysterious? Okay. I'll just have to sneak in one day when he's out. I sure will, too. I would. 这句话也一下让尼克紧张了起来。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妻子却同闺蜜失去了联络，她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。警方接连找了几天也都没有任何线索。尼克听后也是满脸的震惊，但估计女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的好闺蜜此时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，被尼克五花大绑的丢进了地下室。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奇害死猫。闺蜜怎么也不会相信，自己一句无遮拦的玩笑话，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狂。但尼克并不会直接要了他的命，他在被注入进大量的镇静剂后，尼克慢慢将女人的血液放到一滴也不剩，在这个过程中让对方体验着死神的靠近。最后他再取出最具有意义的一块骨头，他会把里面的骨髓全部抽取干净，随后再注射进大量的化学药剂，在经过高浓度盐酸的洗礼后，这根骨头除了能看出是人类的外，里面的所有信息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尼克有着近乎完美的洞察力，就算是一根极其微小的睫毛，也无法逃脱掉他的眼睛。在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将自己的作品打包，再以快递的形式寄给他警局的朋友，还不忘留下自己的署名。这也让他在外界有了一个闻风丧胆的绰号——击骨者。等到警方开始对骨骼进行化验时，也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好在他们对送货小哥进行了调查，也是在快递站的监控中第一次看到了击骨者的真容。尽管他们没有看到男人的正脸，但林肯十分肯定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目标，因为就算是对方化成灰，他也不会忘记击骨者的体貌。而林肯的一身残疾，也正是因对方所赐。在3年前的一次解救人质的过程中，尽管他成功判断对了起爆的引线，但却还是低估了凶手的能力。The floor! 这个智商高达180的天才警探，也因脊椎受到严重变形导致了终身残疾。而凶手在他面前挑衅完后，还不忘彻底羞辱下林肯的自尊。但击骨者也在做完这起案件后消失了3年，直到这天的那根骨头出现，林肯知道是击骨者又回来了。很快他们便在监控中有了发现，从对方使用的手机型号非常罕见这点出发，警方很快分离出了当天的信号来源。虽然还无法查到使用者的身份，但通过对基站的追踪，他们得到了凶手最终的目的地。而林肯也明白，这是击骨者给到自己的信号。如今他再次来到这个城市，也就意味着两人最终的较量即将到来。当晚尼克就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，他先给男人注射进河豚毒素，使他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浑身瘫痪，最后再灌入进大量的伏特加，直到男人被酒精给活活呛死。临走前还不忘得意地拍下自己的作品。当警方赶到现场后，受害者早已没了呼吸，而林肯却一下看出了死者的身份，正是自己当年的大学导师，也是唯一给过他成绩不合格的科目。这明显是对滴酒不沾且浑身瘫痪林肯的嘲讽，并且他的身上还放着本自己撰写的书籍。按照击骨者的惯例，很快警方就发现了留给他们的线索，除了一张被象牙压住的美金外，现场还留下未用完的河豚毒素，此外就只剩下死者身上大量的呕吐物。他们从里面化验出了未消化的乌龟肉，但这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线索。林肯却找到了凶手想要给他的提示。当年人们误以为华盛顿总统的假牙是木质的，直到在他用海龟宴犒赏自己的部下时，人们才知道那是象牙所致。而当时举办晚宴的地方，则是现存至今还在营业的一间酒吧。此时的尼克正在这里准备着第2份礼物。男人在被迷晕后绑在了厨房，随后打开了他面前的几个2氧化碳。临走前，尼克依然不忘给自己留下纪念。很快警方就按照林肯的推断找过去，但由于里面充满了有害气体，他们也只能做好防护才敢下去。而此时被害者早已没了呼吸，他全身的皮肤也因极低的气体而被严重灼伤，手上依然拿了本林肯的书籍。尽管这次他不认识死者，但显然还是击骨者的手法。女警除了在地上找到把豪刀外，还在男人的嘴巴里发现了线索。经过警方的化验，他们在被害者的胃中发现了彩色的铜绿，在男人嘴巴里找到的东西则是北方红橡叶，而地上的那把开豪刀却没有特别之处。但根据这3条线索，林肯还是想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曾是当年最大的生蚝产地，直到几十年前才被拆除改造成了火车站，而制造屋顶的材料正是那种令人炫目的铜绿色，并且周边还长着几百棵的红橡树。很快警方又根据线索找了过来，果然在车站的最里面发现一名被害者，
她的身体被固定在椅子上，脖子还被钢索勒紧。女人的脚下放着所有被害者的照片，但这次却与往常不太一样，因为女人并没有被杀。可林肯却一下紧张了起来，因为击鼓者从来就不留活口。他担心这是给警方设下的圈套，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凶手并未留下任何的机关。他们对现场的东西进行了检查，但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尽管他们成功救下了被害者，可林肯却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怀疑照片更像是凶手的挑衅，而当他认为自己已经赢了的时候，也将意味着击鼓者的再次消失。为了阻止他的人间蒸发，林肯这次选择了主动出击。他当着全国人的面隔空喊话，将这次的营救说成了胜利。林肯的这种方式果然奏效，但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也因此激怒了一只怪兽。尼克回到家后反复听着昨晚的新闻，可他却不知道，此时的妻子正在整理着打包的物品，却无意间撞开了墙上的木板。而这也让女人发现了丈夫的秘密。当她看到里面的一张张被害者的照片后，还以为房子的前主人是个变态的杀人狂，于是便急匆匆地给丈夫打去了电话。 Danielle? You need to come home. Why? What's wrong? I just need you to come home now. Okay. I'll be right there. 尼克也隐约间感到了不安，因为妻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慌张过。随后他处理完一旁的尸体，便急匆匆地赶回到家中。墙上的大洞赫然出现在面前，尼克也瞬间就慌了神。他不知要如何向朝夕相处的枕边人解释，但没想到妻子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自己。他认为是之前这里的房主留下的。女人越讲越是后怕，她拿起电话就想报警，可却被丈夫一下阻拦。她说如果讲出去就一定会影响到房价，不如等到找到下家后再去告诉警察。女人认为她说的有道理，可没想到下一秒她就傻了眼。照片中的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失踪了很久的好闺蜜。而这时的妻子才意识到不对，尼克也没有多讲，他收起了散落在桌上的照片，随后便牢牢握住了妻子的手。可此时的他早已被吓到愣在了原地。 Come with me. Trust me. 妻子根本就不敢反抗。当她第一次看到地下室的样貌后，女人也彻底的绝望了。想到之前丈夫的种种异常，她也终于明白了一切。 You're the bone collector. I am. 尼克对这次意外表示惋惜，但他看向妻子的眼神却还是充满了爱。尼克也不再多讲，他扯开胶带，将妻子绑在了椅子上。女人知道自己很难再走出这个房间，她开始诉说起两人的往事，希望能唤醒丈夫的良知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尼克也差点就被感动到。他慢慢蹲下身体，抚摸着妻子的无名指。但尼克明白，时间拖得越久，自己也将会越痛苦。一个能永载史册的杀手是不应该被情所困。尼克没有犹豫，终将是对枕边人动了手。可从这一刻起，他的内心也开始扭曲，因为这个陪伴了自己30年的女人，也在不知不觉中让他有所收敛。而现在婚姻的羁绊再也不复存在，一个恶魔也就此诞生。他戴上胶手套，随后打开音乐，尼克最后一次吻向妻子。他拿起了一旁的钢锯，可此刻他却没了当初的快感，反倒是整个人都开始崩溃。他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林肯的身上。尼克公开了自己的位置，他让林肯也感受到自己的痛苦。很快警方便发现了女人的尸体，但这次与以往不同，现场被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被虐待过的痕迹。林肯敏锐地观察到了女人的手指。尼克为了祭奠他失去的爱情，取走了妻子的无名指骨头。相比之前待在那里的戒指，他或许更信赖一个不会讲话的骨头，同时也是为了告诉警方，这段婚姻对他的意义非凡。而在女人的另一只手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块红色皮革，同时手上还留有一些白色的粉末。也就在这时，尸体传来了手机铃声，正是尼克打来的。他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林肯的头上，立誓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 There's a new game, Lincoln. You still have your clues? But I'm not stopping at 3 bodies. I'm gonna keep killing. So the world knows your insignificance. We're going to stop you. There. That's my point. You can't stop me. 击鼓者的真容也第一次浮出了水面。林肯安排手下去他的父母家调查，警方也开始对现场的线索进行分析。除了一张看似无奇的红色皮革外，就只有一些残留的肾上腺素。然而，当听到现场播放的乡村歌手的音乐后，林肯却瞬间想到了往事。红色羊皮肾上腺素外加歌手的出生地，让他联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拳击馆。看来对方这次是真的指向了自己。然而，当警方赶到后，眼前所看到的一幕却傻了眼。没想到在擂台中间，正坐着林肯的上司。女人身负重伤，在不停地滴血，但对方却并不想一下要了她的命，反而将女人当成了诱饵。因为眼前的这个擂台，他们根本就无法接近。击鼓者在上面设置了重力感应，只要表面产生轻微的波动，数百度的蒸汽便会瞬间喷出。而人类在这样的温度面前就如同蝼蚁。但此时女人的伤口却在血流不止，她知道这样下去将会必死无疑。为了避免掉不必要的伤亡，女人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。她也瞬间被蒸汽烤熟，看着自己的恩师死在面前。林肯也第一次感到了无助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警队决定把他的妻儿先转移到安全屋。可这也刚好中了尼克的圈套，
就当他们才出发不久，同事却报道说前方出现异常，一名警员才走下汽车查看，却没想到尼克竟身穿一身警服，一枪便击中了男人。惊恐中，他将自己的手表交给了男孩，可没想到才准备出去反击，就被一枪撂倒。等到同事赶过来后，却早已为时已晚。同事颈部中枪，奄奄一息。尼克不但射杀了3名警察，还劫持了林肯的家人。很快，他们就找到了失窃的警车，但妻儿早已不在上面，只留下2人随身携带的手机和一张写着数字的纸条。而此时的尼克却将女人和男孩分别关了起来，他要让林肯也同样感受下失去妻子的痛苦。而另一边，小队开始对现场留下的线索进行分析，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相对应的提示。也就在这时，男人突然意识到自己送给死去同事的那块手表并不在现场，意识到这或许是留下的线索。他们赶忙对手表进行了定位，最后的位置显示在郊外，但距离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半小时，也只能大概确定个区域。而此时技术人员也有了发现，留下的那张纸条属于一种特殊的材料，并且上面还带有动物的皮肤组织。这也一下提醒到林肯，他知道尼克妻子的父亲曾是名屠夫，所经营的店铺就在定位附近。警方火速赶了过去，也终于成功找到了他的妻子，但男孩却并不在这里。随后他们在房间内找到一张留言，告诉林肯知道去哪里找到儿子，并要求他一个人过来。林肯知道真正的对决要来了，那是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触及的地方。当年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失败，尼克要将他带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但尽管这一切都是陷阱，可林肯知道自己必须过去。为了能掌控到里面的情况，临走前他带上了女警的摄像机。当林肯来到那个仓库后，实时画面也传到了同事的面前。他来到当年出事的地方，也终于在上面见到了儿子。这场景和多年前的画面一模一样，但不同的是现在换成了儿子，而自己也再无爬上去的能力。尼克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去救孩子，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摔死。他知道想要真正能打败林肯的，就只有他最亲近的家人，但尼克却不知道自己内心最脆弱的防线又何尝不是。林肯开始拿他的妻子作为突破口，这招果然成功激怒到了对方。尼克气愤地从楼上下来，他抄起匕首对准了林肯，身上的摄像头也被发现。尼克愤怒地一把抓下，却不小心被上面的别针扎到，但没想到下一秒，尼克却开始浑身一软，直接昏死了过去。原来同事在交给他摄像头时，早就在上面动了手脚，这场惊天大案才最终落下了帷幕。